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学习频道，我是你们的中文好朋友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温暖的主题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爱。也许你正在谈恋爱，也许你曾经心动过某个人，或者你曾因为爱而流过眼泪。无论你是谁，在哪里，说到爱，我们心里都会轻轻地震动一下，对吧？爱不只是电影里的浪漫，不只是情人之间的甜言蜜语，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情绪，是我们活着的重要理由之一。今天的这期节目，我们会一起用简单的中文慢慢探索爱是什么，为什么我们会爱，它带给我们什么。我们还会听到一个小故事，让你在学习语言的同时，也感受到温柔的力量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她叫小丽，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同学。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坐在图书馆角落，低着头写着什么。阳光刚好照在她的头发上，像是有一点点光。她不是那种一眼就惊艳的人，但你会慢慢发现她的特别。小丽总是笑着说话，声音不大，却让人觉得安心。她有一个小本子，喜欢在上面记下每天遇到的小事情。比如，今天有人帮我捡了掉在地上的橡皮，今天自己一个人去吃了饭，居然不觉得孤单。她说，这是她记录被爱的瞬间的方法。大学3年，她谈了2次恋爱，第一次是在大一的时候，那个男生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，很阳光，很受欢迎。他追了小丽1个月，小丽才答应。他们在一起后，一开始每天都很甜蜜，一起吃饭、上课、去操场散步。但后来，那男生越来越忙，对她越来越冷淡。有一次，小丽生日，男生忘了，还说：“我最近太累了，没空记那么多事。”那天晚上，小丽一个人走回宿舍，没有哭，只是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第2天，她就分手了。朋友问她：“你难过吗？”她点头说：“当然难过，但我不后悔喜欢过他。”她笑了笑，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是真的用心去爱他，只是他没有准备好接住那份心意而已。”这句话我一直记得。我们常常觉得只有结果好的爱情才值得回忆，但其实有时候爱本身就已经足够美好了。Love itself is beautiful, even if it doesn't last forever. 爱本身就是美好的，即使它不能永远持续。到了大3，小丽又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是她的室友介绍的，叫阿杰。阿杰不是那种浪漫的人，也不太会说甜言蜜语，但他会在小丽感冒时送药过来，会在她加班到很晚时等她回宿舍，然后一起吃泡面。他们在一起之后，小丽好像变了很多，不再那么敏感，也不再总是怀疑自己。她开始更有自信，笑容也变多了。有一次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又敢去爱？”她说：“因为我知道，即使会受伤，我也不想让害怕变成阻碍。”爱人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成长。后来他们毕业了，阿杰去南方工作，小丽留在北方继续读研。异地恋很辛苦，他们试着每天都视频，但还是越来越少联系。最后一次通话，2人都哭了，没有吵架，
只是轻轻地说：“我们先停一停吧。”那天晚上，小丽又写了一句话在她的小本子上：“我不是不爱了，只是我们都要往自己的方向走了。”几年过去了，小丽变成了老师，每天面对一群小孩子，教他们画画、讲故事。她说，她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也喜欢过去那个会在图书馆角落写日记的自己。她还说，有一天，也许我还会再遇到一个人，也许不会，但我知道，我不会停止去爱这个世界。为什么我们会爱？不是因为我们不怕失去，而是因为爱让我们变得完整。有时候我们爱一个人，不是因为他多特别，而是因为在他面前，我们可以做自己。We love because we feel seen, safe, and understood. 我们之所以爱，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人面前感受到被看见、安全和被理解。小丽教会我的，不是怎么去谈一场完美的恋爱，而是怎么用一颗不完美但真诚的心，去面对人生里所有的相遇和分别。她的故事很平凡，没有戏剧化的高潮，但却像一杯温热的水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慢慢温暖了你。有一次，她和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每一次真心去爱的人，最后都会更靠近自己的心。”我点点头，那一刻我明白了，爱并不总是要拥有，有时候只是静静地陪着一个人走一段路，然后微笑着放手，也是一种深深的爱。就像小丽在日记里写的最后一句：“愿我爱的和爱我的人都平安。”这是一句很简单的愿望，却藏着最深的情感。因为无论爱有多短暂，它在你心里留下的是温柔的痕迹，是你成长的印记，也是你变得更好的理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会经历爱，失去爱，再去爱。而在这些经历中，我们会流泪，会微笑，会学会原谅，也会学会珍惜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也会像小丽一样，在某个阳光温柔的下午，拿起笔写下“我曾认真地爱过一个人，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过”。为什么我们会爱？也许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。爱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，它常常出现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。你可能只是回头看了一眼，就爱上了某个人的笑容；你可能只是听到一句温柔的问候，心里就泛起了波澜。我们会爱，是因为内心有一种渴望，渴望被理解，渴望被接纳，渴望与另一个人建立起超越孤独的连接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，有一个人对你说：“嘿，我看见你了。”心理学家说，爱是一种深层的情感依附 （attachment）。当我们与某人产生联系，并感觉对方是安全的港湾时，我们的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做催产素的荷尔蒙。这种物质会让我们感到温暖、信任和依赖。但即使没有科学的解释，我们的心也知道，当你靠近那个人时，世界就安静了。当你听见他笑，你的烦恼就轻了。那不是偶然，那是爱在悄悄生长。小时候，我们最先体验到的爱来自父母，是他们在我们哭的时候抱着我们，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守着我们。这种无条件的爱给了我们第一份被需要的感觉。长大后，
我们开始学会去爱别人，从朋友到伴侣，再到自己的孩子。爱是一种循环，它让我们传递温暖，也让我们接受温暖。爱也许不是永远的，但它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却是永恒的。有些人说，我不敢再爱了，因为上一次受伤太重。但正是因为那份疼痛曾经那么真实，才说明你曾那么认真地付出过。痛苦也是爱的一部分，它教会我们更温柔地对待别人，也教会我们保护自己的心。正如一句英文说的那样， Love is not about never getting hurt, it's about finding someone worth the pain. 爱并不是永远不会受伤，而是找到那个值得你承受所有伤痛的人。我们会爱，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连接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效率的世界里，人们变得越来越孤单。手机带来的是联系，却不是连接。你可以发100条信息，却依然感到空虚。真正的连接是当你累了，有人听你说话；是当你沉默时，有人懂你的沉默。有一位作家曾说，人与人之间最深的情感，不是激情，而是理解。我们爱一个人，往往是因为他懂我们，不需要太多语言，就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爱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好。当你真正爱一个人，你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值得被爱。你开始注意自己的脾气，学会倾听，学会耐心。你不再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而是开始关心我们的未来。比如，以前你可能习惯说我想，但当你爱一个人时，你会自然地说我们可以一起。这种改变不是因为被要求，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的想对这个人好。当然，爱也不是完美的，有时候我们会误解、争吵，甚至伤害彼此。但只要你愿意回头看看，那些不完美中也藏着深深的在乎。一个人愿意为你生气，愿意和你吵，说明你对他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人。最怕的是冷漠，是沉默，是连解释的欲望都没有了。我们还会爱，是因为生命本身就需要爱来滋养。没有爱的人生可能很安全，但也很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天都只是工作、吃饭、睡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分享你的喜怒哀乐，那样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？爱让我们的世界有了颜色，有了声音，有了方向。哪怕你只是收到一句“今天还好吗”，你也会觉得，哦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爱的表现很细微，有时候是朋友记得你喜欢喝的那种咖啡，有时候是妈妈把你不爱吃的菜偷偷换成你喜欢的，有时候是恋人明明也很忙，却还是抽时间给你打个电话。这些小动作也许不会被写进小说，但它们才是真正让我们感受到被爱的证据。As the saying goes, love is in the details. 爱藏在细节里。所以我们会爱，不是因为别人完美，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勇敢，而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了你和我在一起会变得更好。也许我们曾失败，曾失望，但只要我们还愿意打开心门，还愿意再次相信，就一定会再次遇见属于我们的光。在小丽的故事中，她说过一句话：爱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
而是学会用温柔去拥抱不完美。这句话，我想送给正在听这段话的你。不管你此刻在世界哪个角落，不管你有没有正经历爱情，请你记得，你之所以会爱，是因为你有一颗柔软、愿意靠近他人的心，而这颗心是这个世界最美的礼物。爱情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童话故事，而是由真实、挣扎、原谅与成长交织而成的一段旅程。每一段感情中都会有失望，也会有犹豫，有时甚至会有泪水和孤独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它才那么动人。当我们爱上一个人，我们并不是爱他有多完美，而是在他所有的缺点和混乱中，我们仍然愿意留在他身边。这种爱是一种选择，是一次次在不完美中依然决定靠近的坚持。小丽在她第二段感情中学到最多的，不是怎么避免受伤，而是怎么在受伤之后依然保持善良。她说，当一个人让你失望，你可以生气，可以难过，但不要让这份失望改变了你相信爱的心。她曾经也一度不再相信爱情，觉得人与人之间只是彼此利用，各取所需。但后来她明白了，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不是完美的契合，而是愿意彼此磨合的耐心。我们常说爱是包容，但包容不是盲目的忍耐，而是一种基于理解的体谅。比如，当你的伴侣工作很累，回家没有精力说太多话，这时候你选择给他一个安静的拥抱，而不是不停地追问他是不是不爱你了。又比如，当你发现对方和你在某些想法上有分歧，你不是急着去改变他，而是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。这些都是爱的智慧。有一句英文说得很动人， True love is not about finding the right person, but learning to see an imperfect person perfectly. 真正的爱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学会用最美的眼光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人。我们都不是理想化的王子或公主，我们也许有过去的伤痕，有情绪的低谷，有些坏习惯，有些不成熟的反应。但如果在这些不完美中，有一个人愿意牵着你的手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慢慢变好，那就是值得珍惜的爱情。小丽和阿杰在一起的那几年，并不总是顺利。他们曾因为未来的规划而争执，曾因为误解而冷战，甚至有一段时间，两个人几乎不再联系。但在分开的那一天，小丽对他说的不是责备，而是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路，也谢谢你让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值得被好好爱的人。那一刻，他的声音很轻，但眼睛很亮。他不是没有伤心，只是学会了在伤心中成长。爱情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，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必须走到最后，但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教会我们一些东西。有的人来是为了陪你走到终点，有的人来是为了教会你如何走下去。We don't meet people by accident. They are meant to cross our path for a reason. 我们遇见每一个人都不是偶然的，他们出现在我们生命中总有原因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害怕爱，是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把爱和拥有绑在一起。我们以为爱一个人就一定要在一起，要每天联系，要有未来。
但其实，爱最深的样子，有时候是放手，是你明知道他不会陪你到最后，却还是愿意祝福他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是你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的名字，心里不再痛，而是微笑着说一句：谢谢你来过。爱不是控制，而是自由；不是要求，而是给予。当我们用开放的心去爱，我们会发现，即使结果不如预期，过程依然值得。你因为某个人变得温柔，变得坚定，学会了倾听，学会了理解，这些变化都是爱给你的礼物。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爱，常常被忽略，那就是对自己的爱。很多人以为只有把自己全部给出去，才是真正的爱。但其实，一个真正健康的爱，是先学会好好爱自己。当你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尊重自己的感受，不为了讨好别人而委屈自己，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。Self-love is not selfish. You cannot truly love another until you know how to love yourself. 自爱不是自私，你必须先懂得如何爱自己，才能真正去爱别人。小丽在结束和阿杰的感情后，花了很多时间去独处。她去旅行，去参加画画课，去读书写日记。她说，我不再焦虑下一段感情什么时候来，而是把爱转回来给自己。她开始每天对着镜子笑，开始为自己煮饭买花。她的朋友圈里写着一句话，我现在一个人也很好。这不是孤独，而是一种平静的幸福。当你不再因为没有伴侣而感到空虚，当你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有滋有味，那么下次爱情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是带着缺口去找人填补自己，而是带着完整的自己，和对方一起走得更远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如果你此刻正陷在一段感情的痛苦中，请记得，你不是不值得被爱，而是你值得更好的爱。如果你还没有遇到那个特别的人，也请相信，你并不孤单，因为爱总会在某个你不经意的时候悄悄靠近。而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愿意陪你走过风雨的人，请你学会珍惜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放弃，不要让冷漠代替了关心，让沉默代替了沟通。爱情永远不是完美的，但我们可以用真心和耐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。愿你在爱里找到温柔的光，也愿你成为别人眼中值得去爱的那道光。小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她说，在她重新学会爱自己之后，她才真正理解了一句话的含义。当你不再急着去寻找爱，爱反而会以一种温柔的方式靠近你。有一天，她正在公园里散步，阳光暖暖的，风吹过她耳边，她看见一个小男孩摔倒了，旁边的年轻男子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爸爸也是这样把他抱起来的样子。那名男子并没有发现他的目光，只是轻声安慰着孩子，确认没事后才松了一口气。就是那一幕，让小丽心里某个地方动了一下。她不是突然就喜欢上了他，而是那个画面让她重新相信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愿意细心地照顾他人，有人心里装着温柔的责任。几天后，她又在同一个公园遇到了那个男子，他在给孩子讲故事。小丽听见他说，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，而是你是否拥有愿意为你停下脚步的人。他轻轻地笑了，因为那句话就像他这些年一直在心里找的答案。那天，他们第一次打了招呼，彼此都很自然地聊起了生活、孩子、梦想和爱。那个人叫周宇，是一位离异的父亲，正在独自抚养儿子。他没有太多浪漫的言语，也不懂得用花言巧语表达爱意，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真诚。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小丽没有急着进入一段新关系，她花了好几个月慢慢了解对方，观察他的生活态度，看他怎样对待父母、孩子和朋友。她学会了不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，而是用心去感受一个人的本质。周瑜也没有催促什么，他只是陪着他一起去市场买菜，一起在傍晚散步，一起在下雨的时候看窗外。那是一种非常简单、平凡却很踏实的陪伴。Love doesn't have to be loud. Sometimes it whispers through actions, not words. 爱不需要太响亮，它有时候是通过行动，而不是语言轻声的表达。有一次，小丽感冒了，发烧得很厉害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是自己一个人躺在家里。没想到晚上有人敲门，是周宇。他拿着退烧药和热粥，说：“我感觉你今天声音不太对，就来看看。”那一刻，小丽眼眶红了。她不是因为感动于一碗粥，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，有人把她的情绪放在心上，有人愿意主动靠近她，而不是等她开口求助。从那以后，小丽告诉自己，如果这段感情能继续下去，她不会再害怕受伤了，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只知道付出，把自己变小的人了。她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、有爱、也有底线的自己。她开始在爱里寻找成长，而不是依赖。她知道，真正健康的关系不是互相控制，而是互相支持；不是绑在一起，而是肩并肩一起走路。周瑜也在这段关系里慢慢放下过去的伤痕。他说，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失败的父亲，失败的丈夫，但现在我觉得，遇到你之后，我愿意重新去努力，去相信，去温柔。他们没有设定什么宏大的未来计划，也没有许下海誓山盟，但他们每天都在用行动告诉对方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走下去。慢慢的，小丽也和那个小男孩建立起了感情。她学会了为孩子准备早餐，学会了给他讲睡前故事，也学会了在他哭的时候不着急哄，而是先陪他一起坐着，等待他情绪慢慢安静。他发现，爱一个孩子，其实就是学会放下自己的急躁和控制，给他时间，也给自己空间。这和爱一个大人其实没有太大区别。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需要耐心、理解、沟通和不断的调整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愿意努力的去爱、去照顾、去陪伴时，那份感情才变得特别有价值。真正值得的爱，往往不是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一点一滴累积的信任和安心。小丽现在常常对朋友说，我并不是找到了完美的人，我只是找到了一个愿意跟我一起变好的人。她说她也会害怕，
害怕未来会不会再次失望。但他已经学会了，爱不是把全部交出去，而是在给予中也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温柔和坚定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证明什么，而是学会了在爱中慢下来，用一颗平常心去陪伴，去等待，去相信。所以你看，爱一个人并不是一场冲动，而是一种选择，一种持续的行动，一种愿意每天都为对方多走一步的态度。也许我们都会遇到挫折，也许会有疲惫和灰心，但只要你还愿意认真去爱，那个爱你的人终究会感受到你的心。最后，小丽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：我愿意用我的温柔换一个人的坚定。这句话也许很简单，但它代表着一个人经历风雨之后，依然愿意相信爱，选择爱，成为爱本身的勇气。而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奇迹。我们常常把爱理解为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但其实真正的爱远远不止这一种形式。小丽在和周宇相处的过程中，也越来越明白，人生中有很多种爱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呵护。她说，有时候一只猫每天蹭你一下，那是一种爱；有时候朋友半夜给你发一条“你还好吗”的消息，那也是爱。还有父母，每次你回家，他们都会给你准备你最喜欢吃的菜，这是最沉默却最深沉的爱。小时候我们不懂这些，总觉得爱就是甜言蜜语，是浪漫的表白，是节日里的礼物和惊喜。但长大之后，我们才发现，真正长久的爱往往藏在生活里最普通的细节里。比如妈妈给你留了一盏灯，说早点回来；爸爸把你送到车站，却只是轻轻说句路上小心，或者朋友默默帮你挡了一句不该你承受的批评。这些时刻没有鲜花，没有拥抱，但每一份沉默的付出都是深藏的关心。小丽也开始反思，过去自己是不是太狭隘地理解了被爱。她以前总觉得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每天说我爱你，那就是不在乎；如果没有时时刻刻陪在身边，就是冷淡。但后来，她学会了看见那些不被语言表达的情感。她意识到，爱不是一个人有多会说话，而是他在你需要时是否真的会出现。It's not how much we say I love you, but how much we prove it through actions. 不是我们说了多少次我爱你，而是我们通过多少行动证明这句话。于是他开始更加珍惜身边每一个对他好的人。他给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发消息说，谢谢你曾在我最低谷的时候陪我吃了一顿饭。他给母亲买了一双鞋子，虽然妈妈嘴里说浪费钱，但笑容藏不住地挂在脸上。他开始理解父亲那些年沉默背后的温柔，也开始对弟弟的调皮多一分宽容。因为他知道，爱不只是浪漫，它更多是一种关系里的选择与坚持。他甚至学会了感恩那些曾经让他受伤的人。他说，如果不是他们让我跌倒，我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原来我能自己站起来。爱有时候是甜的，有时候是苦的，但他们都在教我们如何去活，如何去感受。每一次心动，每一次失落，每一次原谅，都是我们心灵成长的一部分。在一次教学中，
小丽问她的学生：“你们觉得爱是什么？”有个小女孩站起来说：“爱是爸爸每天都来接我放学，即使他很忙。”另一个男孩说：“爱是我奶奶每天给我准备早饭，她从来没说过我爱你，但我知道她很爱我。”听着这些回答，小丽的眼睛湿润了。孩子们还小，却已经懂得爱不是一种语言，而是一种感觉，是你在被照顾的那一刻自然而然生出的安全感。后来，小丽把这些孩子们的答案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。她在最后写下：“真正的爱是让人安心，是让人愿意变好，是不管你在哪里，什么时候，只要想到那个人，你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。”她明白了，爱不是一种激情，而是一种连接；不是依赖，而是力量；不是占有，而是成全。她和周宇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。每天就是送孩子上学，一起做饭，看一部老电影，聊聊工作和生活。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子，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。他说，爱情也许是一时的，但爱是一生的选择。它可以从亲情开始，也可以延续为友情，最终变成一种生命的温度。爱一个人是生活中的一种能力，被爱是一种幸运，而懂得各种形式的爱，并懂得去回应它，则是一种深深的智慧。我们总是希望遇见一个懂自己的人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该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也愿意去懂别人？当我们带着理解、包容和温柔去面对每一段关系时，爱会自然地流动，不需要强求，也不需要怀疑。生活并不会天天都像电影，爱情也不是每天都在高潮。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，看见身边的那一点点温暖，一句轻声问候，一个简单动作，那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一直活在爱之中。爱未必让你每天都心跳加速，但它一定会让你在疲惫时有个方向，在孤单时有个肩膀，在沉默时有个懂你的人。就像小丽最后写下的一句话，有一天我可能会老去，会忘记很多事，但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，这一生我曾深深地被爱过，也深深地爱过别人。那是一种幸福，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即使世界变了模样，我们依然能紧握的温柔信仰。当我们谈论爱的时候，很容易想到恋人之间的关系，但其实爱还有一个更宽广、更深远的形态，那就是陪伴。很多人以为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，是心跳加速，是深情凝望，是无法自控的想念。可真正走过漫长人生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真正打动人心的爱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静静的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小丽渐渐意识到，她这一生最深刻的情感体验，并不是某个男生突然送她一束花，而是在她低谷时，有人愿意坐在她身边，即使不说话，也不会离开。这种陪伴也许不浪漫，但却真实，是一种无声的支持。Love is when someone stays, even when they have 1,000 reasons to leave. 爱是即使有1000个离开的理由，有人依然选择留下。他开始懂得，人生里有很多重要的人
都不是以恋人的身份出现，他们可能是父母，是朋友，是一个在你最不被理解的时候伸出手的陌生人。这些人不一定常常出现在你生活里，但只要你回头，总会觉得他们在那里。陪伴不是每天都见面，不是时时都联系，而是在你心里有个地方，始终为他们留着。有一次，小丽回老家看望奶奶，奶奶已经80多岁了，耳朵不好，走路也慢。他们一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小丽问她：奶奶，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很轰动的爱情？奶奶笑了笑，摇头说：没有啊，我和你爷爷认识1年就结婚了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我爱你。小丽有些失望地问：那你们相爱吗？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慢慢地说：我不太会讲那些年轻人的话，但他每次都记得我怕冷，冬天出门一定先给我暖好鞋子。你说，这是不是爱？那一刻，小丽几乎要落泪。原来，所谓爱，并不是非要说出来，而是在岁月里一点一滴地体现在每一个动作中。不是情话动听，而是日子长久；不是热烈短暂，而是慢慢陪你过一生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爸爸每天接他放学，从不迟到；妈妈熬夜给他做手工课的作业；朋友在他失恋那天陪他喝了3杯咖啡，却一言不发。这些点点滴滴都是陪伴的爱。他也开始重新理解友情。以前他总觉得朋友就是要一起出去玩，一起聊天，分享生活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明白了，真正的朋友不在于有多少互动，而在于你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深的信任和理解。哪怕很久不联系，只要你说我需要你，对方就会出现，那才是真正的爱。Friendship is when silence between two people is comfortable. 友情是2个人即使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。他有一个大学时期的室友，毕业后去了国外，2人很少联系。但有一次小丽失眠，凌晨3点发了一条信息说：我觉得我很失败。几分钟后，对方就打来电话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别怕，我在。那通电话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，也没有给他什么建议。但他记得，当电话挂断的那一刻，他安静地睡着了。这就是陪伴的力量。它不会改变你的人生，但会在你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给你一点力量。小丽还学会了陪伴自己。以前她害怕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旅行，一个人过节，觉得孤独是一种失败。但后来她慢慢发现，一个人也可以很好。她学会了一个人去看展览，一个人煮一顿热腾腾的饭，一个人走在冬天的街道上，听歌、看灯、闻雪的味道。她说：我终于明白，爱不仅是别人给我的温暖，也可以是我自己给自己的陪伴。Self-companionship is the beginning of self-love. 学会陪伴自己，是自爱的开始。我们常常把陪伴看得太轻，以为它只是日常，只是理所当然。可其实，能长期陪伴我们的人，都值得我们感恩。不论是血缘、友情还是爱情，最终都要回归到一种稳定、安静、彼此尊重的存在。一个愿意每天都和你说早安的人，一个愿意为你留饭的人，一个在你生病时会发消息问
吃药了吗的人。这些平凡的瞬间才是我们活着最真实的幸福来源。所以小丽现在常常对她的学生说，你们将来可能会经历很多风风雨雨，会遇到很多喜欢的人、爱的人，也会有失去的人。但请你们记得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珍惜那个在你需要时没有转身离开的人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温柔的爱是愿意陪你的人。他也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真正的爱不是要彼此成为对方生命的全部，而是即使各自独立，也愿意走在一起。这句话是他多年对爱的理解和感悟的总结，不是依赖，不是控制，而是尊重，是陪伴，是在人生路上并肩同行。如果你正在经历孤独，也许你要做的不是拼命寻找别人，而是先学会好好的陪伴自己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某种形式的爱，请记得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理解，因为真正的陪伴是长久的在乎，是愿意看见对方的不完美，也依然不离不弃的决心。爱从来不只是一种情绪，它更是一种选择，选择留下，选择靠近，选择陪伴。而所有这些选择，最终都组成了我们最温暖、最真实的人生。如果你问小丽经历了这么多，她最终学到了什么？她可能会笑着回答：我学会了慢慢去爱，也学会了好好告别。我们总以为爱是开始，是拥抱，是在一起，但其实爱更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在拥有时真诚付出，在失去时温柔放下的成熟。当我们年少的时候，总以为爱是要抓住，是要拥有，是你就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但后来我们才懂，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感谢这一段相遇，不后悔，不纠缠。小丽曾写下这样一句话：爱是让我在黑夜中不再害怕独行的光。她说，这光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，它可能是一次经历，是一句话，是一段回忆，也可能是你自己心中点亮的那一盏灯。他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回想起某个夏天，那个和他一起淋雨走回宿舍的男孩，那个曾经在他最伤心时抱紧他的朋友。那些人也许早已不再出现在他的生活中，但他们留下的情感和善意却在他生命里发了光。爱就是这样，它不总是拥有明确的归属，也不总是需要明确的结果。有时候，它只是悄悄改变了你，让你变得更温柔、更坚强，也更明白如何去对待这个世界。It's not who you end up with, it's who changed you along the way. 重要的不是最后谁陪你到老，而是在这一路上，谁曾深深地影响过你。每一次真心的付出，哪怕没有回报，也都是你成为更好自己的证明。在一次公开课中，小丽对她的学生说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请不要只想着结果，而要珍惜每一次和他相处的过程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们不能继续走下去，但只要你们曾认真看过彼此的眼睛，认真说过每一句话，那这份爱就是真实的，有意义的。他希望这些孩子不要像他曾经那样，把所有的期待都绑在一个人身上，
而是学会在爱里保持清醒和温柔，在付出中也保留尊严与独立。他说，最好的关系是这样的：我们彼此喜欢，但不强求；我们彼此靠近，但不依赖；我们愿意为了对方变得更好，但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失去自己。这样的爱才会让人自由，让人坚定，也让人勇敢。真正的爱，不是你在我身边我才快乐，而是因为有了你，我学会了更好的独处，也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。有一次，他看了一部纪录片，里面有一句话让他印象特别深：人不是为了找到另一个人而存在的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然后遇见另一个也完整的人。他反复默念这句话，觉得那就是他这些年走过来的总结。我们追求的不是依附式的爱情，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在同一个方向上携手前行。这一路走来，小丽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懂得平衡的女人。她不再期待所谓的灵魂伴侣可以读懂她的每个眼神，而是愿意花时间沟通、倾听、表达。她也不再害怕孤单，因为她知道孤单是每个人的功课，而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礼物。有时候，爱是一束光；有时候，爱是一杯热茶；有时候，爱是一句简单却及时的话。你不必坚强到让人看不出你在难过。他越来越相信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你收获了多少爱，而在于你在爱中学到了什么。你是否学会了耐心？是否变得更有包容力？是否在伤痛后依然选择相信？这才是爱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他也曾失败，也曾跌倒，也曾在黑夜里一个人哭得喘不过气，但他从来没有停止相信。爱值得，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尝试，去靠近，去点亮别人的世界，也照亮自己。最后，他写给未来的自己的那段话是这样的：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不因孤独而将就，不因伤害而封闭，不因恐惧而退缩。愿你依然相信爱，愿你成为爱。这段话他读了很多次，每一次读完，心里都更加坚定。他知道，爱不是一个名词，而是一个动词，它需要被实践、被选择、被活出来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到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，不要焦虑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动荡的感情，也请别灰心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份稳定的陪伴，那就好好珍惜。请你相信，无论你在哪个阶段，爱都在以你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式悄悄靠近你。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。你曾流过的泪，曾付出的心意，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身边。因为真正的爱不会消失，它只是会变成你眼神里的光，语言里的温度，行为里的温柔。它是你身上的一种气质，一种让别人觉得安心的力量。而当你成为那样的人，你就已经是爱本身。